德州的 GDP 相当于全球第10大经济体，以一州之力就能够完胜加拿大、俄罗斯、韩国和西班牙这样的环球知名经济体。德州已经超过了加州和纽约。嗨，大家好，我是独立力量顾问 Sean， 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实体运营公司。想象一下，如果您有机会在没有州所得税的地方开展业务，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如果您能够享受低于全美平均水平的运营成本，又会给您的企业带来多大的竞争优势？还有，如果您能够在一个商业法律环境清晰、政府支持力度大的地方开设公司，这将为您的商业企划落地带来哪些便利？Texas 德克萨斯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企业家。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美国德州的商业环境，看看它如何成为你商业版图扩张的理想之地。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德克萨斯实体经营最佳综合环境。现在让我们深入了解德州的商业环境。这里不仅是美国面积和经济总量的第2大州，更是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巨人。德州的 GDP 高达 1.9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第10大经济体，以一州之力就能够完胜加拿大、俄罗斯、韩国和西班牙这样的环球知名经济体。目前截止到2024年，德州已经超过了加州和纽约，成为了美国财富500强中最多总部所在州。这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世界第1零售集团沃尔玛、大家耳熟能详的特斯拉、德州仪器、戴尔电脑、AT&T 以及为美国建立军事霸权立下汗马功劳的美国 NASA 航空航天中心 JSC， 专门生产高精尖军火装备如 F-35战斗机，世界第1大国防工业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等等。在这样一个自带 buff 的地方开公司，想想是什么感觉呢？在地理上，德州的战略位置无可比拟。它不仅是通往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重要门户，还是美国本土最中心的十字路口，是连接美国东西两岸以及南北各州的交通和物流中心。预计到2050年，仅德州一个州与墨西哥的双边贸易额将超过 1.5 万亿美元。而且因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USMCA， 这将进一步促进德州在自贸区跨境贸易中的中心地位。在德州内部，达拉斯沃斯堡地区是最大的物流中心，为企业提供快速的货物运输和分销能力。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 DFW 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之一，每年接发旅客超过7000万人。而休斯敦港口在航运界绝对是世界级的巨人，仅在2023年就吞吐了超过380万个标准集装箱。刚刚提到的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在德州拥有多个配送中心，利用德州的物流优势，快速向全美各地分发商品。世界上最大的石化公司埃克森美孚也在德州的休斯敦拥有大型的炼油和石化设施。相比之下，我们视频介绍过的特拉华州可能就没有德州这样强大的物流优势，而怀俄明州自然更不用说，其地理位置可能就不太利于快速物流和分销，因此该2州更适合非实体经营。而相比加州，虽然加州拥有全美最大的经济体量，但是由于其位于西南的地理位置，其物流优势也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而在美国本土运输的大多数情况下，成本都是高于德州的。纽约市在东海岸拥有举足轻重的港口，其物流和区位优势通常也只是集中在美国东北地区。在人才方面，由于德州在 STEM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教育投入较大，拥有多个知名的工程和技术研究中心，拥有美国顶级公立大学体系，因此在美国最紧缺的科技、工程、数学等领域拥有明显优势。总的来说，德州拥有超过1400万的劳动力，其中超过40%拥有大学学位或者更高学历。这里的劳动力不仅素质高，劳动参与量多，而且成本相对较低。别着急，我懂大家的点。在美国雇工成本已经是地表最高值的今天，我必须非常认真的给大家介绍德州的雇工和运营的超高性价比。2、超低运营成本。
那么在德州开公司，我们需要付出哪些成本呢？这些成本主要包括了公司设立和基本的维护成本。在德州注册一家新的公司，平均费用大约在500到1000美金之间，是包括了州政府的注册费和可能的法务相关费用。而且德州虽然需要做年审，但政府不收取任何年审费。相比其他州，特别是加州，这一费用已经非常具有竞争力了。接下来是运营成本。根据福布斯的数据，如果我们把全美的商业成本指数平均值设置为100，德州的商业成本指数大约为95.1，这意味着在德州运营企业的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个5%。举个例子，如果您的公司在其他州的年运营成本是100万美金，那么在德州您可能只需要支付大约95万美金，直接省下5万美元。再来，大家在实体运营中最关注的雇员成本，德州的生活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9%，这直接影响了员工的生活成本和企业的薪酬支出。而且德州的平均时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为企业主在人力资源的支出上带来了节省。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德州的平均时薪约为20美金，而且全国平均时薪约为24美金。假设您的公司雇佣了100名员工，每年工作2000小时，仅在工资上，德州就能够为您节约40万美金。此外，德州的商业地产成本也相对较低。在德州的主要商业区域，按照当地标准，办公室租金平均每平方英尺约为20美金，而在最大的城市，这一数字可能高达50美金或者更多。如果您的公司需要1000平方英尺，大概93平方米的办公空间，每年在德州就能够直接省下3万美金。最后，德州的政府支持和激励措施也是降低企业成本的重要因素。例如，德州企业基金会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高达5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企业降低初始投资成本。当然，说到运营成本，我们绝对也离不开税 tax。在德州开公司，免税、减税再加补贴。在德州开公司，税务优惠是您最不容忽视的一大亮点。现在，让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深入理解这些优惠，以及如何为您的企业带来实质性的好处。如果您打算在当地进行实体经营，这些您是一定要了解清楚的。首先，没有州税。德州是全美7个没有州所得税的州之一，这包括企业的州所得税以及个人的州所得税。这意味着企业和个人在德州的利润无需缴纳任何州级的所得税，这一项就为企业节省了不小的开支，有时候甚至高达1半。如果您的企业年利润为100万美元，要是位于有较高州所得税率的州，比如加州，可能需要额外支付高达8.84%的州所得税，即8.84万美元。个人所得税更是高达1%到13.3%，收入越高，交税就越肉疼。而在德州，这笔税款是完全免除的，你的利润将直接凭空多出近10%。心动不如行动。接下来，实体生意做大做强，不可避免需要在当地置业、买地皮、开工厂、搭建自己的仓储物流体系。财产税也是必须关注的。德州的财产税税率通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相当于又给您增添了不少的利润。例如，商业地产的税率在德州平均为2.5%，而在一些州，这一税率可能高达3%或者更高。假如您有价值1000万美元的商业地产，每年在德州您将节省高达5万美元的税款。这一点和之前的特拉华州以及怀俄明州相比，德州简直就是为实体生意而生。此外，德州还提供一系列针对特定行业和区域的税收减免政策。如果您的企业在德州进行研发活动，可以享受研发费用的税收抵免。如果您的企业年研发支出为200万美元，根据德州的税收抵免政策，您可以获得最高50万美元的税收抵免，这又是一笔飞来横财啊！如果您在德州，这些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通通都是你的。我的天哪！难怪那么多高科技企业都会选择德州。再举个例子，德州的新兴企业税收计划为符合条件的新创企业提供额外的税收减免。如果您的企业在德州的某些指定区域设立，比如政府指定的企业区、自由贸易区 FTZ， 您可以享受到额外的财产税减免。如果您所处的行业是新能源、生物科技或者高科技制造，也有机会享受到额外的财产税减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前3年的财产税是可以完全免除的。最后，
德州的自由贸易区 FTZ 为企业提供了额外的税收和关税优惠，在这些区域内运营企业可以延迟、减少或者免除支付关税以及某些美国国内的税费。这对于依赖进口材料或者产品的企业来说，又是一个巨大优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德州的税务优惠为企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在德州开公司，您将享受到税收减免带来的巨大直接收益，为您企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务支持。当然，正如所有的商业决策一样，在德州开公司也并不是没有劣势的，没有任何地方是完美的，德州也不例外。例如，虽然德州的整体生活成本较低，但在一些新兴的大城市，比如硅丘、奥斯汀，生活成本可能相对较高。当然，奥斯汀对于同样定位于科技中心的硅谷和西雅图，生活成本还是太便宜了点。此外，德州的天气可能也是一个考虑因素，特别是夏季的高温和湿度。如果您认为这些对您来说都是小 case， 那么就让我们继续吧。经过我们的探索，您现在对在德州开公司的优劣势有没有一定的了解呢？您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要开始行动了呢？无州所得税的税务优惠到低成本的运营环境，从简便的公司设立流程到健全的商业支持服务，再到德州政府的积极扶持和激励政策，德州无疑为全球企业家们提供了一个充满机遇的商业平台。在这里，您的企业不仅可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还能在一个开放、包容、创新的商业环境中茁壮成长。德州的商业环境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优势，正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企业和投资者。如果您对在德州开公司感兴趣，或者任何疑问和需求，请毫不犹豫通过私信赶紧联系我们，我们的专业团队将为您提供1对1的咨询服务，帮助您顺利迈出在德州开公司的第一步。OK，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德州公司或者美国其他地区公司的相关内容，或者您还有更多对投资、移民各方面感兴趣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将根据大家的留言进一步制作相关的视频。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如何在德州开展相关业务，如何利用当地政策进一步降低成本，也欢迎加入我们会员社群或者咨询我们。我们期待和您一起开启新世界。顺手牵羊，一个关于去中心化资产配置和无国界生活方式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